载元来到了那座他曾被推下的桥，一边走着，脑海中闪回往事。他渐渐回忆起前8集发生的所有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载元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。他刚开门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告知顺勇昨天被杀了。他看到顺勇的尸体时，悲痛的说不出完整的话。警方调查发现，顺勇是在某仓库前死的，尸体在他自己的车里，手上有被捆绑的痕迹，车内被人清理过，没有留下有用的线索。行车记录仪也被破坏了，监控器最近刚坏对着仓库的，但附近主街的监控捕捉到了顺宇的车，时间是晚上9点07，没发现可疑人物。报案的第一人是仓库管理员，早晨上班时发现了死者，法医推断死因为中毒，车里有呕吐的痕迹，手上还有勒痕，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。死前应该非常痛苦，确定死亡时间是凌晨1点42分，心跳停止的时间被智能手表记录下来。不久后，载元被带去审问，警方发现他曾购买过农药，顺勇车内的水瓶检出农药成分。面对警方询问，载元一言不发，直到中午，他的律师才进入审讯室。这位律师是小颖找来的。了解案情后，律师觉得形势不容乐观，关于购农药的原因和用途，载元选择保持沉默。律师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公司董事会听闻此事后，为保护公司形象，决定免去载元的董事长职务。那晚警方提供了丰盛的晚餐，通知载元明日继续审讯，调查将持续到他被转移到看守所。她整夜未眠，不知是难以接受丈夫去世的事实，还是因为其他什么。与此同时，小颖打点了审讯的警员，从他那里得知，案件将在明天进一步调查。在死者中毒身亡时，尹真有不在场的证据，但小颖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凶手可能早就在水里下了毒，车内的指纹也被完全擦掉了，没有怀疑是有共犯吗？提到共犯，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。就在警员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业务员拦下了他的车。原来刚才跟小颖说的那些，都是按业务员事先的吩咐来说的。负责这个案件的女警发现所有证物中缺少顺勇的手机。第二天审讯载元的时候，他突然疯了一样站起来，不停地说肯定是他。这次载元依然没有供出来，但律师认为警方会因为证据不足而放人。中午安排了会见时间，允真被载元的话搞得一头雾水，他一站起来就想离开。载元突然开口问：“你是 M 吗？”7年来只有允真陪在他身边，贪恋着他拥有的一切，一直在家人周围徘徊。允真却说听不懂。听到这话，允真竟然笑了。他提醒载元说，顺勇和自己才是真正的恋人。晚上因为证据不足，警方暂时放了载元，情感纠葛就不多说了。小颖把载元送到了乡下的继父家，但他还是不放心，在外面守了整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载元不见了，他坐上了开往三途县的车，因为他突然回忆起15年前妈妈抱着自己跳河的场景。这种创伤后应激反应叫做隧道效应，就像在漆黑的隧道里，司机除了前方的出口外，什么都看不到。这种症状让人困在过去的回忆中，想要摆脱痛苦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朝着光明逃出隧道。载元牢记恩静医生的叮嘱，一步一步地往河边走，就像15年前妈妈抱着他一样。但载元突然停下了脚步，他记起河水那冰冷刺骨的感觉，妈妈却说马上就会有幸福的结局，完全不理会他的哭声，坚持往更深的水里走。这时载元在想，这真的能带来幸福的结局吗？妈妈好像听到了他的疑问，慢慢转过头来，载元已经找到了答案。他坚定地走进了河里，河水淹到腰部时，小颖来到了这里。情感戏就不多说了，载元是在模仿妈妈，他其实是要克服自己的恐惧，并不是想自杀。那晚载元请小颖照顾他的女儿，因为他现在不适合继续照顾孩子。3天后，他们的共同朋友找到了载元。原来顺勇临终前为了防万一，把一个 U 盘留在了那里。关于 U 盘里的内容，那个朋友没有看。他还提到，顺勇生前一直在找出女儿亲生父亲是谁。载元回家后插上了 U 盘，里面是一个音频文件，内容是允真推盛奎下楼后向全会长求助的录音。与此同时，小颖收到了消息，董事会决定明天召开一场关于罢免载元职务的投票会。他立刻把这消息告诉载元，
这时，警方打来电话，顺勇的尸检结果出炉了，死亡时间是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1点。罢免会即将开始，载元坐卧不安，急得很。于是他决定找好友恩静医生出来谈谈。可是小颖去找恩静时，恩静说她根本不认识载元，他们甚至从没见过面。这消息传到载元耳里，他突然明白了，每次遇到困难，总是幻想有个好友在安慰自己，甚至刚拨的电话号码那边也是空号提示。也就是说，子元不是躁郁症，而是有精神分裂症。当晚他就入住了爱心医院，有点强硬。有位女士因精神病住院，好闺蜜却趁机抢了她的公司董事长位置。做这一切的目的，是为了找到那份她曾推人下楼的录音文件。全会长警告她，如果这事曝光了，他们俩都完了。另一边，载元刚入院就开始了病情评估。主治医生了解到，他之前有过一次坠桥事故，但根据栏杆高度来看，失足的可能性很小。志远说当时有人跟踪他，但具体是谁他记不清了。医生好奇为什么没立刻报警，他当时不想事情闹大，因为疑犯可能是继父丈夫或同事。医生又问有没有可疑的线索，比如人的体型或衣着。载元回想那天的情况，想起来就浑身发抖。他得出个结论，记得事情经过，但就是想不起那人长什么样。医生不明白载元怎么弄到的处方药，难道和著名的精神科专家恩静有关？那晚载元做了个噩梦，梦里不断回放那天的情景。她突然惊醒，梦中凶手从丈夫变成了允真，然后又变成了一个业务员。就在这时，尊敬再次出现了。4天时间一晃而过，医生在评估病情时说，载元梦中不断重现的是他以前的遭遇，这可能让他想起了某个未解决或一直逃避的问题。那个晚上，载元不停地回想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不知是一时走神还是思绪太乱。他回忆起了自己的初中自残和母亲的自杀。突然，谜底揭开了，原来那天晚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凶手，也就是说，一切都是载元自己的幻想。他以为自己摆脱了不堪的过去，却不知仍陷在黑暗的隧道里。加上得知顺勇和闺蜜有染，他才主动跳河。载元终于明白了，下意识的逃避现实，让他变成了一个有精神病的怪物。同时，允真约见了业务员，发现他将妻子的医疗费全输光了。美香载元的亲妈一直陪在旁边。听到这些，业务员把调色刀拿在手里玩味。允真提醒，能解决问题的人既不是载元，也不是他父亲。他们最终决定联手。之后的日子，载元积极配合治疗，同时研究丈夫的死因。允真开始抢夺载元的女儿，还好继父及时发现了，老爷子警告他以后不许再见他的外孙女。但允真却说受伤的不止载元一个人。说完他就离开了。事后继父和小颖讨论决定，必须尽快安排把外孙女送走。另一方面，顺勇的死亡案件交给了吴警官处理。第二天，业务员得到了情报，继父安排外孙女出国，但允真看起来一点也不意外。业务员这时才明白，原来他的真正目标是载元的女儿。女主终于对那些伤害自己和家人的人复仇了。吴警官找到了住院的载元，虽然顺勇的智能手表显示他是凌晨1点停止心跳，但验尸结果显示他的死亡时间是在10点到1点之间。载元对此并不感到惊讶。吴警官还透露，顺勇在死亡前1天打了 X 公司的董事长金向凡。载人终于把最后一块拼图放在了一起。他回想起7年前的庆功宴，全会长和金向范在那时传递眼色，接着允真意外流产，后来还试图自杀，加上顺勇在死前曾找过女儿的亲生父亲，载元把所有线索都串联起来，终于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于是他决定对这些人进行复仇。不久，医生宣布载元的病情已经康复，他被准许办理出院手续。第二天晚上，他把小颖请到了家里，墙上已经整理好了所有关系网。载元虽然还在医院，但他从未忘记过他的女儿现在没有可以称呼的爸爸。他担心病情哪天会复发，所以他时刻提醒自己。载元请小颖帮他复仇，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。其实载元的病还没好，他还是会去看恩静专家，但心里明白谁是真凶，只是仍旧做噩梦和有幻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载元去见了金向范的老婆，她被丈夫打得鼻青脸肿，
只因为他和男人说了话。他之所以愿意来，是因为看了载元写的信，决定要教训那个混账。金相范的老婆带来了证据，是关于公司临床试验造假的资料。金相范因伪造试验结果被捕，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全会长耳朵里。他现在已经是长官了，如果金相范出事，他也麻烦了。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用手上的公司收购 X 公司的股份。金相范知道幕后股东是谁，所以他欣然接受了。当晚就和朋友们狂欢庆祝，又开始在女孩酒里下药。这时候服务员进来送冰块，偷偷把下药的酒和金相范的酒杯换了。不一会儿，金相范开始迷迷糊糊地离开酒吧，他身后的车子突然启动了。这里剧透一下，开车的是全会长的手下，但载元看到了整个过程。第二天，载元拿着花篮直接扔到允真怀里，顺便向恩师全会长问候。可全会长显得不太高兴，允真让他直说话。载元冷笑一声，抱住了闺蜜，竟然是他亲生父亲导致女儿流产。原来是全会长安排人干掉了金相范后，业务员发现了载元写给他老婆的信。全会长拿过来一看，意识到载元利用了自己来除掉金相范。与此同时，载元向小颖和秘书透露，全会长是个为了掩饰丑闻不择手段的人，奖学财团其实只是个幌子，把优秀的学生当作奖杯来炫耀，威胁那些成绩差的学生去做见不得人的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载元拿着一篮花直接扔进了允真的怀里。他确信在监狱里见面时，光从允真的表情和眼神就能看出，那件事肯定是他做的，而且一定是业务员帮的忙。载元一开始很好奇，顺勇为什么会去那个从未去过的工厂，后来终于想通了，业务员在警察时，那里曾发生过一起未解的谋杀案，所以他可能告诉了允真，那里是个杀人的好地点。允真觉得这个推理很有意思，但还是提醒载元，这种想法是妄想症的症状。载元却冷笑着抱住了他，小声说，再耐心等一等，下一个就是允真的轮到了。说完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司。同时，业务员主动去找乡下的继父，继父一见到他就特别激动。与此同时，吴警官拦住了载元，查出他和他妻子尹真之间以及与金相范的死有复杂的关系，所以他询问载元对这场事故的看法。当天下午，载元从全会长秘书那里得知，顺勇出事的那天，他取消了所有的约会。小尹这边得知了一些情况，案发那晚允真和朋友们1点多才到酒吧，也就是说，顺勇去世的时候，允真没有不在场证明，很可能有人在智能手表上篡改了死亡时间。更巧的是，全会长赞助了当天所有跟允真一起去酒吧的人，好像是要封住他们的嘴似的。载元将所有线索连在一起，意识到老狐狸已经亲自介入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载元主动去见全会长，提醒他千辛万苦爬到的位置，别一脚踏空就掉下去了，因为他自己肯定是老师，得赶紧处理这件事。全会长肯定不会被威胁到。载元直截了当地说，允真追不上他，全会长只是在利用载元陪女儿跑步。但允真完全不知情，她完全不懂父亲的苦心。原来10个月前，允真发现前男友侵犯载元是父亲教唆的，她立刻冲进他的办公室，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。全会长知道金相范是什么样的人，不管怎么劝，事情还是会发生。他责怪女儿当初不该和金相范交往，偏偏选了一个渣男做男朋友。就在2天前，载元通过手机监控发现有业务员进了他家，他立刻把这事告诉小乙，然后悄悄地进了屋。才走了几步，业务员突然出现在他身后。载元明确表示他要找的录音文件不在这里，并希望能拿到全姓妇女的犯罪证据，毕竟帮这2个人解决问题肯定留下了证据。载元认为业务员只是个被利用的棋子，他肯定会被抛弃，那时候再来找我也可以。但业务员没打算那么做，他话还没说完，就紧紧掐住了载元的脖子，并把他推倒在旁边的柜子上。就在这时，小颖赶到了载元的家，跟业务员打了起来。毕竟业务员以前是警察，很快就制服了小颖。事后，小颖建议他们马上搬家，或者直接搬到他那儿去，但载元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他觉得对方是想害他，然后放弃一切，所以他决定坚持下去。第二天，小颖从全会长的秘书那里拿到了奖学财团的犯罪资料，但那人提醒说这些资料不够定罪，
即便举报也顶多罚款或者缓刑。转眼间，载元就拿着一朵兰花去见全会长的靠山了，因为兰花代表着超然世外的高洁。他提醒靠山别为了全会长弄脏了自己，然后把全会长的犯罪证据放到了桌上。老爷子很聪明，自然明白载元的意思。但载元离开后，他的行踪被记者拍了下来。他刚回到别墅，就接到了秘书的电话：白胜奎醒了。医生检查后确认，他的生命体征稳定，已经没有大碍。那晚全会长的手下去了医院，打算秘密地解决胜奎，但一进病房就发现人已经不见了。第二天新闻报道，蒋学财团涉及贪污受贿的丑闻，全会长急忙联系蒲议员，但被议员秘书巧妙拒绝。整整一天，全会长都联系不上议员。正当他焦急万分时，尹真递给他偷拍的载元去议员家的照片，并提醒他现在是做决定的时候了。第二天，载元冲进全会长的办公室，直接放了那段录音，说出了盛奎是如何坠落的。重点是全会长明知不报，加上他已经清醒过来。载元提醒全会长，是时候决定是保值还是护他了。实际上，这是他的一场赌注。他赌全会长被激怒后会做出疯狂的事，因为载元知道对方的目标是自己。当晚他回到家，换上了装有摄像头的衣服，刚走进书房，身后突然有人出现，把他迷晕了。载元醒来时，看到全会长站在前面，她亲眼见到丈夫和闺蜜暧昧，心里虽然非常愤怒，但在同事面前还得装作没事。直到下班后，载元再也忍不住，蹲在路边像是虚脱了一样。当晚回家，丈夫过来关心她今天累不累。载元试探性地问今天去了哪。她听后明显紧张，说下午见了位前辈，想下学期重新开始教书，这和妻子所见不符。载元故意提起他们的一个女性朋友，说出老公可能出轨了，夫妻俩正在考虑离婚。她强调她丈夫肯定能理解好友的感受，但其实载元心里非常恨她的丈夫，恨到想要杀了她。就在这时，女儿闹着要妈妈陪她玩，他们的谈话因此中断。载元转过头问女儿下午和爸爸去了哪，孩子说记得爸爸带她去见一个朋友，但实际上没见到，原来是朋友给错了地址。女儿没提这事，载元自然多心了。同时，闺蜜主动找上小颖，我猜他们以前是男女朋友，但分手的原因不明。闺蜜回忆起他们留学的日子，小颖含蓄地说就到此为止吧。原来她见到了闺蜜，和一个很像载元丈夫的人亲密。闺蜜笑了笑，解释说那人不是载元的丈夫。深夜里，顺勇总觉得有人在门口盯着他，但朝那方向看去又没有人。实际上载元确实来过，她趁丈夫在书房时，把监控器偷偷放在了客厅的花盆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此人没吃药，单方面宣布女儿不再去幼儿园，以后就在家学习唐诗。男子眼中泛泪，然后又去公司找闺蜜理论。我觉得她的猜疑心已经病态。闺蜜当场反驳，明说现在的成就不是靠能力。载元表面关心别人，实际上是突出自己的成功。载元也火大了，说他曾经把对方当真朋友，他一直相信朋友不会背叛他，但现在他感觉尊严被闺蜜踩在脚下，他们俩从此决裂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业务员突然要求马上见面。他找到了载元妈过去的就诊记录，还专门去问了当年救治她的医生，了解事情的详细经过。医生回忆说，载元妈其实喝了4次农药，最后一次没能抢救回来。当时的监护人描述得很务实，后来载元醒来也说了相同的话，但业务员觉得这种重复的务实，越发证明这不是自杀，就是有人想害死载元妈，故意为救问。为什么两个人的说法都这么务实？载元立刻开车去了继父的家乡。记得小时候每次被冤枉，继父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，虽说不是亲生的，但也差不多。载元心里矛盾，这样的继父真能害死他妈妈吗？他鼓起勇气提到了保险金，继父的反应没有他想象中那么激烈，反而平静地解释了原因。原来他妈妈沉迷赌博，家都快败光了，继父为了生计把钱藏起来，妈妈用喝农药威胁，继父吓得立刻把他送医院。他担心早晚会出人命，索性尽量满足他的要求，结果他觉得这是个好办法，
一缺钱就威胁喝农药。继父没告诉载元，怕麻烦落到他头上。不久后，他妈就因喝农药去世了。继父听说能领保险金，就用这钱还了赌债，剩下的钱买了个小公寓。载元很好奇是谁告诉他能领保险金的。那天载元妈急救的时候，顺勇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医院。同时，小颖把那张陆勇办公室袭击案的视频存储卡给了同事，请他帮忙恢复数据。不一会儿，数据就恢复了。那晚袭击载元的正是设计组的白胜奎。小颖马上去找胜奎的女友询问他的去向，得知胜奎去了载元，去了乡下。小颖听说后立刻往乡下赶，一路上怎么打载元的电话都没人接。直到傍晚，载元准备从继父家回市区，老头目送女儿的背影慢慢走回屋里，在王妻的照片前停了下来，然后把相框摔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原来载元妈喝农药那年，她在地上痛苦的求救，而老头却无表情地站在远处。原来是全会长绑架了载元，打算灭口。但在此之前，载元想知道为什么要杀顺勇，全会长也没隐瞒，说是为了保护自己所爱的人。但在载元看来，他是为了掩盖允真的罪行，以保全自己未来的前程。全会长狠狠地揪住载元的下巴，警告说是他没做好，如果没有和顺勇起冲突，顺勇就不会和允真在一起，也就不会牵涉到盛奎了，把所有问题都怪在载元头上。说完就接过手下递来的农药，准备强行灌给他。与此同时，小颖根据定位找到了仓库。全会长听见动静，立刻转身逃跑。这时小颖已经跟手下打起来了，但是他不敌对方，只能靠蛮力硬撑。突然响起了警笛，对方这才停手撤退。载元和小颖总算是脱险了。全会长一回到家，尹真已经在书房里等他，并猜到了他计划的失败，灰溜溜地跑了回来。秉真让律师拿出了预先准备的遗嘱，意味深长地提醒了父亲，反正他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父亲那里来的，当然还要给女儿留下，毕竟父亲总说不是第一就没用。然后允真让律师先退出去，他请求父亲接受现状，否则自己也会有危险。允真清楚父亲一切都是为了女儿好，但是到如今总得有人站出来解决问题。另一边，载元在医院醒来，马上开始查看衣服上记录的视频。小颖觉得如果贸然公开视频，对方可能会指责是伪造的，这样一来事情就会更糟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颖去打听绑架案，警方还没找到任何线索。画面一转，他接受了吴警官的调查，只透露了案发的时间，关于其他的问题一概不提。他说他不清楚，因为他还不够信任对方。小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毕竟吴警官和那些业务员都是同一个警局的。吴警官马上找到那个业务员，严肃警告他不要再犯错误。那婉志源问小颖对吴警官的看法，小颖说他和业务员不同，但不确定他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成就感。第二天，在全会长的听证会上，听证会请来了一个关键证人，这个人正是载元。关键证人被保护起来后，竟然神秘死亡。然而闺蜜也在现场，原来子元在听证会上出现，递交了那晚绑架的录像。面对确凿的证据，全会长还试图辩解证据是伪造的。这时警方及时赶到，以蓄意杀人罪逮捕了全会长，从侧面证实了子元证据的真实性。表面上的幕后黑手被逮捕了，全会长在审讯中一言不发，只是一直重复这都是他自己做的。其实吴警官已经拿到了坠楼案的录音，他猜全会长是为了掩盖女儿的错误，才发展到杀人的地步。当晚小颖得知了审讯结果，猜想全会长想承担所有责任，但志远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。他更担心的是那个未知的手下。小颖怀疑那人可能是奖学团的学生，毕竟白胜奎和秘书都是全会长的人。他这么一说，载元觉得挺有道理。第二天，尹真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，真诚为父亲近期的行为道歉，决定把父亲的全部财产和手中的所有公司股份都捐了，并且真诚地配合警方调查。大家都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做出反应，但载元总感觉有哪里不对。当天下午，小颖告诉吴警官藏白胜奎的地点，警方知道后非常重视，决定派人保护这位关键证人，等他情况稳定了再取证。同时，尹真自己去警局接受了调查，
他坚称坠楼事件和录音都是个意外。盛奎毕竟是财团的成员，不能因为见过一面就说是犯罪。另一边，载元突然记起允真和那个手下认识，他们有分裂的人格，推断那人如果在顺永被杀的现场，那很可能和允真有关。分裂的人格一直在影响载元，让他为女儿承担所有罪责。最终载元坚信允真就在现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允真主动找到载元，问他为什么这么恨自己的好朋友。因为不知道7年前载元被下了药，错误地认为他以病为借口让自己失去了一切。载元也没提当年的事，两人直接吵了起来。同时白胜奎已经被警方保护，吴警官告诉小尹，只要得到他的证词就能揭示真相。两人见面恰好被办案警员看到，他立刻通知了业务员。那天晚上白胜奎神秘死亡，现场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允真，他拿起旁边的水果刀在男人脖子上抹了血，然后迅速将鲜血抹在自己身上，转头看向旁边的小弟。其实顺永是在给允真下跪求原谅。那天允真就放话说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，当晚就让业务员把他迷晕，把他绑到仓库里假装成自杀。但这个人很机智，安装了一个隐蔽的摄像头，摄像头正好拍到了允真进入的场景。镜头突然转向，他的手下破坏了监控系统，并且将守卫盛奎的警官们全部打晕。就这样，允真出现在了盛奎的房间。他解释说，掉楼只是个意外，只要不追究就是，悄无声息地离开，在物质上绝对不会让他吃亏。但盛奎太了解允真了，知道就算离开，允真也绝不会放过他。不知是头脑发热还是故意挑衅，直言允真无论如何都不及载人，别以为换了他的衣服，抢了他的位置就真能超越他。这番话深深触动了允真的逆鳞，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情景。允真故意让手下打自己几下，然后假装自己被攻击，表现得非常害怕。警方很快封锁了案发现场，负责人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，但只看到了盛奎的尸体和一个瑟瑟发抖的允真。他明白这一切都是允真策划的，但手上没有确凿的证据。等允真情绪稍微稳定后，吴警官来询问案件详情，这人就把责任推到了业务员身上，谎称自己是被业务员威胁的。盛奎的葬礼结束之后，吴警官说凶器上没有发现指纹，业务员的账户里确实转入了数十亿韩元。案发当晚附近监控拍到了他的身影，奇怪的是这个人现在却不知去向。载元不懂为什么业务员会留下这唯一的漏洞。第二天尹真贿赂了一个姓崔的记者，让他在网上发布消息，说载元的继父为了保险金害死了亲生母亲。载元看到新闻后不仅没有紧张，还让律师陪继父去警局配合调查。当晚业务员给载元打电话，他没想到自己成了弃子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医生怀疑死因有异常，所以决定报警。女人一进家门就看到地上一个快递盒，盒子里有一个 U 盘。他查看了 U 盘内容，感到悲痛和愤怒。原来是继父被警方逮捕后，载元猜测是允真在背后搞鬼，想让他忙于应对，无暇追查真正的凶手，决定先处理继父的审判事宜。另一方面，手下查到了业务员的下落，但允真嘱咐先不要动手，必须确认这人手上有什么证据。他确定业务员肯定会联系载元，同时律师在分析案件，关键是继父是否及时救助了载元妈，建议从继父的角度进行辩护，认为载元妈不至于死亡。载元要做的是提供证据，证明妈妈赌博成性，曾多次服用非致命量的农药，并有过威胁的客观证据或证言。还提到载元因为精神病曾经住院，检方更倾向于相信第三方证词而非亲属的，所以得找到可靠的证人。于是小尹和载元四处寻访可能认识他妈的人，但最后什么也没找到。那天晚上载元去看望了继父，嘱咐他审判时什么也不要说，听律师的安排行事。第二天一审如期进行，检方指控被告作为丈夫应保护妻子，但因妻子赌博导致经济危机，却袖手旁观，妻子服农药寻求帮助最终死亡，构成了杀人罪，还隐瞒真相榨取了大笔保险金。辩护律师承认有诈保行为，但否认有杀人行为。被告认为妻子
如往常一样，并无自杀意图，只是误服了未致死量的农药。虽然妻子确实给家庭带来了损失，没能及时救助，但被告曾打过急救电话，最终妻子被送往医院，因此被告无杀人动机。检方却认为被告擅长撒谎，多年来用谎言帮靖宇领处方药，还拒绝了对妻子进行尸检的要求，因此认为他的证词不可信，这让庭审变得非常被动。这件事子元也是刚知道的，律师建议下次庭审前必须找到一个有力的证人。晚上载元回家发现地上有个快递盒，盒子里有个 U 盘，U 盘里存着顺勇被害那晚的视频。原来在顺勇被绑到仓库前，允真已经故意通知了全会长，业务员知道后赶忙离开了，这是为了栽赃给父亲。全会长一到仓库，允真立马装出害怕的样子，声称顺勇用录音威胁他担心这是会影响到父亲的政治生涯，于是只好考虑杀人灭口。全会长非常保护女儿，让手下将允真打晕，然后亲自下毒杀死顺勇。业务员这时候突然出现了，但在载元眼里，他和那个杀害丈夫的允真没什么区别。之前提到业务员和载元妈是隐友，这意味着有证据证明继父没杀人。很快进行了第二次庭审，载元作为证人出庭，但检方坚称他有精神问题。在压力下，载元最终承认了他还能看见恩景，所以检方不接受一个有幻听的证人的证词。载元被问得快要崩溃时，继父突然站了起来，一个女人收到了条短信，他看后笑得几乎停不下来，但下一秒他的表情彻底变了。这是在继父的庭审上发生的。载元被检察官的问题问得有点迷糊，甚至幻想中看到了恩静。就在这时，继父突然站起来，承认了杀害载元妈的事。他这么一说，庭下所有人都震惊了。辩护律师立刻开始解释，被告人只是因为检方的逼问才这么说，实际上是情绪失控，希望法官能理解。法官根据现场情况反复斟酌，警告被告注意言辞。检察官继续询问载元能否区分现实与幻觉，载元坦诚能分得很清，完全可以清楚地区分，也回答了检察官的问题。尽管如此，辩护律师还是很担心继父冲动的行为留给法官的印象深刻，担心这会影响最后的判决。目前最关键是要找到关键证人。载元突然想起业务员那天晚上提到想救自己父亲一定要联系他，那晚小颖联系到了当年给载元妈妈急救的医生，并约好了明天见面，但能证明载元妈是为了威胁继父而喝农药的人，目前只有那个业务员了。他不懂这人到底图什么。载元向小颖透露，业务员愿意出庭其实是为了自保。说实话，他不可信，但可以利用他想要活下去的欲望。小颖立刻反应过来，只要尹真被逮捕，业务员就能洗脱谋杀的嫌疑。同时，尹真改变了计划，他命令手下除掉业务员，坦诚之前考虑太多，不管那人手上有什么证据，只要不能公开就行。镜头切换，手下找到了业务员的藏身处，没有多说什么，直接拿出匕首。业务员看到后立刻跟他扭打起来，几个回合就把手下制服了。业务员虽然受了重伤，直接掉进池塘里，但还没挣扎几下，他一下子就浮到了水面上。手下看到这情况，立马逃离了现场。紧接着允真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手下告诉他任务完成了。开庭的前一天，载元怎么也联系不上那个业务员，正巧允真路过，他得意洋洋地说，有些事别白费力气了。不久后二审开庭，辩护律师首先问医生，载元妈有慢性肾炎，喝了农药能恢复到能出院的程度吗？而且还是3次呢。医生坦白说，通常是不可能的，但载元妈喝的农药浓度不高，治疗一下就能出院。律师又问被告知不知道农药的浓度，医生回忆，当时继父看起来很慌张，推测他应该是不知道的。然后法官叫业务员出庭，等了好久都没人来。就在载元以为他不会来的时候，允真正洋洋得意，突然有个男人走进法庭，这人正是那个业务员。尹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是说已经处理掉他了吗？原来业务员昨晚假装死亡，他确认手下走后就爬上了岸，幸好那一刀正好扎在他的钱包上。检方反对让业务员作证，因为他是个通缉犯，认为他的证词不可信。
别忘了，这业务员以前是警察，对南朝鲜的法律太熟悉了。他坚称自己没杀人，所以他才敢坐在这儿。法律也允许跨案件作证。辩护律师询问了买保险的受益人是谁，问他知不知道喝农药的事。业务员记得他妈妈提过这事，只要喝点稀释的农药，不死还能吓得继父赶紧掏钱。庭审一结束，业务员就被抓了。同时，法官开始对检方的指控进行宣判。虽说被告涉嫌过失杀人，但他案发后主动报警并呼叫急救，尽力去救助受害人，所以不构成过失杀人罪，但不排除是为了骗保。综合以上情况，判处被告1年有期徒刑，缓刑3年。听到判决，允珍气得不行，他是第一个离开法庭的。载元发了条短信给允珍，短信里有顺勇被害的地点和当时的照片，心里有点担心。允珍马上赶到那废弃的仓库，载元已经在那儿等好久了。他二话不说，放映了业务员偷录的视频。视频里，允珍参与谋害顺勇的全过程。允珍大声说有证据就去报警，载元说是给他一个机会自首，但其实他更担心别的事。允珍还没想到那层面，他看不起载元把证据给警察或媒体，因为顺勇死亡案，他父亲已经被执行了，受够了子元的虚伪，所以允珍不需要任何同情。两人的会面很不愉快。与此同时，看守所里的业务员发作了羊癫疯，警察只能把他送医院去了。允珍越想越气，甚至给手下扇了一个耳光，扇完之后就后悔了。这么做和讨厌的父亲有啥区别？马上向他道歉，解释说自己心情很乱，完全不明白载元为啥不公开证据。突然看到角落里的画，一下子明白了一切。原来载元是为了保护他的女儿。第二天，业务员借上厕所的机会，骗警察给他解了手铐，还谎称厕所里没纸，把警察叫到厕所门口，然后迷晕了警察。晚上，允珍用超能力发现载元的女儿不是顺勇的亲生女。这时，业务员打来电话，要用手中的饰品换取10亿韩元。同时，吴警官碰上了业务员。原来在押送途中，有警员给业务员递了假装羊癫疯的药。医院卫生间的垃圾桶里早放好了迷药，这都是载元请他们做的。他的目的是抓住允珍，同时保密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不久，业务员和允珍见了面，交换了物品。业务员开始套话，允珍一开始很小心，故意避开自己杀人的话题。但当业务员猜测他的动机，认为都是为了报复载渊，允珍的理智开始消失。不知道业务员的手机正在通话，他们的对话都被吴警官监听。允珍这次是来彻底让业务员消失的。吴警官3人一听，马上赶到了现场。允珍一看情况不好，也不顾手下，直接开车逃跑了。新闻事后报道，警方确定尹真杀了盛奎，他还涉及到顺勇的死亡案件，但他现在正处于潜逃中，事情似乎都告一段落。小尹和志源的关系也更紧密了。那天载元的女儿回到了南朝鲜，载元在去机场的路上就感觉不太对劲。这时候允真已经在出口等着了，因为他看到了载元女儿在社交媒体上的更新，他刚好公开了到达的时间。子元急匆匆地赶到机场，但孩子已经不见了。原来允真已经提前把孩子接走了。他建议先和阿姨去玩，然后给妈妈一个惊喜。载元的女儿想了想，高兴地同意了。画面一转，他们来到了家附近的甜品店。允真随口问孩子在国外最想念谁，孩子毫不犹豫地说是爸爸，但嘱咐不要告诉妈妈，因为这会让妈妈伤心。允真听后，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对杀害顺勇感到愧疚，就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已经锁定了允真的大致位置，不久应该就能找到他。同时，载元还在到处寻找孩子。突然允真打来电话，告诉他别白费力气，想见女儿就回家吧。载元立刻掉头回家，以最快速度驱车回到家门口。一进门，孩子立刻扑到怀里。而允真在过马路时，一辆大货车突然疾驰而来，把他撞飞好几米远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想起了那个让人厌烦的父亲。救护车最终没有赶到，他就这样断了气。时间快转1年后，载元终于见到了梦中的恩静。专家承认，这段时间他依然能见到他。更严重的是，他还看到了去世的母亲。虽然一开始知道只是幻觉，但感觉异常真实。
恩静认为这是因为有些事未曾解决，载元也这么认为，所以他与幻觉中的母亲好好谈了谈。原来困扰他的是18岁那年，母亲曾想抱着他一起跳河自尽，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母亲解释说，当年丈夫意外去世，还留下了一大笔债务，生活无法维持，她一个人离开，又担心女儿。但载元让母亲不要再找借口，不是每个人面对困境都会选择逃避，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，无权决定他们的命运。他当时并不想死，想要和母亲好好生活，没有孩子不爱自己的母亲，毕竟母亲是他们的一切，所以他希望母亲向他道歉。不明白为什么生前母亲不肯坦白，其实在外孙女出生前，母亲就已经准备向他道歉了，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。他希望女儿理解，这样做不是妈妈不爱她，只是那时候还不懂这些，才会伤害到女儿。载元妈慢慢站了起来，轻轻擦掉载元脸上的泪水。有些人可能在不适合的时候当了妈妈，但他们还是尽力去扮演好这个角色。载元妈希望女儿记住那些快乐的时光，为了自己能好好的生活。载元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幻想，但恩静觉得这是个美好的结局。故事终于到了尾声，幻想中的恩静和载元道别，他好像解开了童年的心结，开始了新的生活篇章。其实生活中没有永远的幸福结局，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。我们应该珍惜和身边人的每一刻，明天再去迎接新的幸福。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。